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人。由于爱家暴的丈夫发酒疯，把妻子和孩子都赶出了家门，受不了如此伤害侮辱的女人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在野外开始了坚强的生活。珍妮的家园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尽管现在的家园还十分的简陋，但是讲卫生的好习惯还是要时刻保持的。喂养家禽也是每天早上的必修课。随着这段时间以来的精心喂养，家禽的数量也在急剧的增加着，有好一些已经长得很大了，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贩卖了。到时候家里的存款又将再一次的充裕起来。2只小猪仔也都在健康的成长着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种长得很缓慢的感觉。辛辛苦苦的喂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卖钱呢。由于目前家里没有什么可以贩卖的东西，珍妮只能是选择继续外出劳务了。2个孩子今天没有跟着母亲一起外出，而是被珍妮安顿在家里学习，毕竟读书才能改变未来的命运。家园的附近就是一大片的竹林，所以平日里珍妮没有好想法的时候，就会跑到这里来收集竹笋。尽管它们的价格会相对的低廉很多，但是好在它们的数量也足够的多，只要勤奋一些，总归是收入来源的一种。工作和生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？只要你肯勤奋的付出，慢慢的积少成多，迟早有一天能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。为了2个孩子，为了这个辛苦搭建出来的家园，珍妮无时不刻不在努力着。在这炎炎夏日，在这密不透风的竹林之中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珍妮已经汗流浃背了。但是收集到的竹笋还都需要进行剥皮处理，这样才能更有效的贩卖出去。渴了就喝点森林里的山泉水，她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好在这一切也都没有白忙活，辛苦的付出了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，终于是把空荡荡的竹篓收集满了。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因为背着竹篓回家也是珍妮的一种考验。看到如此劳累的珍妮，2个孩子也很懂事，不停地给母亲扇扇子降温。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个电风扇就好了。辛苦采集而来的竹笋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，才能达到商家收购的要求。需要将它们进行一项煮沸脱水工作，随后清洗干净并进行打包，就可以带到镇子上进行售卖了。每次去镇子上的路程都十分的遥远，还都要背着如此沉重的竹篓，真希望他能有辆简单的代步工具。在艰难的徒步了1个多小时，珍妮最终还是走到了目的地。尽管工作的时候十分的辛苦，但是有了收入的那一刻，所有的付出就都是值得的。看到商家有闲置的旧锅时，珍妮还向商家讨要了一份，这样家里煮家禽食物的时候就方便许多了。她无时不刻不在挂念着家里，一心只想把家里发展起来。趁着今天家里还有一些竹笋在，她打算给2个孩子做一道当地的美食尝尝。她想让2个孩子也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将购买的猪肉进行搅碎，就可以拿回家里备用了。等珍妮快回到家里时，2个孩子早已等候多时了。他们一直在期盼着母亲的平安归来，因为他们知道母亲一定会给他们带着爱吃的零食。这已经是一家3口无声的约定了。搅碎的肉末搭配上面粉和葱段，再打入家里的几个土鸡蛋，给2个孩子补充发育所需的营养，随后将它们进行充分的搅拌，就可以塞到竹笋里边了。看得出来，珍妮对于厨艺还是有所研究的。将制作好的竹笋肉末下入滚烫的油锅内，煎至2面金黄，盖上锅盖焖煮个7、89小时。隔壁小孩闻着味道都能被馋哭。2个孩子在珍妮细心的照顾下，健康快乐的成长着。她用她最无私的母爱，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，希望他们的生活能越来越好，也越来越幸福。家园又遭受到了山洪的考验，采摘玉米到镇子上进行贩卖，珍妮期盼的生活终于是到来了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旁边河道里的水又演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洪水，因为这场大雨从昨晚一直下到现在都没有停歇过，整个家园都在遭受着暴雨的洗礼，就连养殖的家禽也无处可躲，隐隐约约有着要演变成山洪的意思。不过现在的珍妮心里倒也不是十分的担心，因为她老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一天。
为了家里以及2个孩子的安全，已经花了大价钱把后院给修整出来了。话虽如此，但是等雨势稍微的小了一点的时候，珍妮穿上了简单的雨衣，就迫不及待地去查看了家园的情况。小一些的家禽是家里养殖业的坚实后盾，他们可不能出一丁点的马虎，毕竟还要靠着它们去壮大鸭群的数量。2只小猪仔也都相安无事，没有想象中的被山洪给冲走的景象发生。鸭棚养殖区域的情况就差了很多，地面不仅变得泥泞不堪，家禽也在外边淋了一晚上的雨。不过好消息是鸭棚的内部还十分的干燥，可见当初他搭建出来的鸭棚防水性有多么的好了。没出珍妮的所料，河水又开始泛滥了起来，污浊的河水又一次的把一家3口与外界隔绝了起来。看到情况如此的严峻，珍妮不由得开始担心起了后院的情况。虽然当初修整的时候考虑到了排水的问题，但是这回的降雨量实在是太大了。为了避免家园被雨水给冲垮，珍妮只能冒着随时被雨水冲倒的风险，把河道的2边进行清理加宽，让雨水能排得更畅通一些。现在的家园是珍妮靠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，才呈现出现在这个样子的。她不允许家园遭受到任何的破坏。后院也积压了许多的雨水，需要及时的排放出去，避免越积越多。因为整个后院之前都是高低不平的，是回填了大量的泥土才有了现在的平整度。如果经过雨水长时间的浸泡，可能会导致院子凹陷，造成高低不平的情况发生。为了这个家，珍妮可谓是呕心沥血了，不仅对种植的芭蕉树进行了维护，还收拾了被雨水冲洗下来的树枝，并对鸡窝的周围进行了平整加固。2个懂事的孩子当然也没在一旁闲着，一直在帮助着母亲收拾着院子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6月3伏的天气说变就变，等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，天气又再一次的晴朗了起来。因为今天家里被汹涌的河水给彻底的拦截了，所以他打算趁着这次的机会去田地里看看。当初种植下去的玉米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，珍妮打算采摘一些回去蒸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达到了可以贩卖的标准。如果已经可以贩卖的话，对这一家3口来说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那家里就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丰收。玉米的个头看起来还算过得去，颗粒也还算饱满，就是不知道等下的味道会如何。蒸煮个10来分钟，玉米总算是煮熟了。珍妮带着2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品尝了起来，入口软糯有嚼劲，味道带着一丝丝的甜味，已经完全达到了可以贩卖的标准。一家3口也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即将丰收的喜悦之中，辛辛苦苦地忙碌了这么久，看来一直以来期待的好日子终于要到来了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的珍妮看起来就比往常开心，家园里积压的雨水也已经排干了。她带着2个孩子匆匆忙忙地做好了家务，并简单的吃完了早餐之后，就迫不及待地背上了竹篓，带着2个孩子往着自家的田地里走去。昨天一家3口已经品尝过了玉米，知道已经完全的成熟，可以进行贩卖了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今天珍妮打算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带到镇子上进行贩卖。钱到了手里才是自己的钱，平日里的辛苦不就是为了现在丰收的时刻吗？心里要说不着急那是假的，毕竟谁能拒绝得了金钱的诱惑呢？有了钱，家里的生活也能再更上一层楼，再也不用担心2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了。平日里所有的辛苦付出，现在都化为了回报。一家3口完全沉浸在了丰收的忙忙碌碌之中，这一切都多亏了珍妮，有了她的决定和付出，才有了现在的一番景象。不多时的功夫，已经收集了满满的2大筐。大儿子自告奋勇地背起了一竹篓，一家3口迈着喜悦的步伐往着家里走去。为了能卖个更高的价钱，珍妮打算把它们煮熟了再出手，这样就能再多赚个手工费了。精挑细算的过日子一直是珍妮的代名词。将煮熟的玉米打捞出来，为了能更好的进行销售，他打算以打包的形式进行出手，一锤子的买卖，这样就不会被人专门挑走大的。
留下一些小的了，将它们都进行分类整理好之后，并嘱咐好兄弟二人乖乖的在家里待着。珍妮就向着镇子上进发了。汹涌泛滥的河水在她的眼里如履平地。泥泞不堪的马路也不能令他烦躁，他现在的心情就犹如吃了蜂蜜一般的甜，一心只想着把玉米转换成金钱。还是在那个平日里熟悉的地方，珍妮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因为贩卖的是熟的玉米，这回他故意选择的是下午的3、4点时间段。这个时间段的人刚好是处于消化完午饭的时候，更容易激起他们购买食物的欲望。没想到第一位客人就是旁边的商户。第二位客人虽然有些挑，但是在品尝过玉米之后，也是果断的下手了。有了这2个客户的购买，珍妮也显得有信心了不少。看来这个时间段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有许多刚干完农活回来的农户，陆陆续续的光顾着珍妮的生意，并且最后还来了个大老板，把珍妮的玉米全部给一扫而空了。有了钱的感觉真好。珍妮购买了一些搭建的材料，后院终于可以接着继续规划了。2个孩子的零食肯定也是不能少的。今天对珍妮来说是个大丰收的一天，虽然回去的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，但是这并不能浇灭一家3口的快乐。希望这场雨也能尽快的停下来，让他们的生活能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。下雨导致河水疯狂的上涨，平日里的出行已经变成一家3口的考验了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一家3口从卧室中苏醒而来，随后刷牙洗脸，开启了美好的一天。今天的天气很不错，看来昨天下的那场大雨并没有给家园带来破坏。大儿子轩轩负责家里小一些的家禽喂养，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小家伙们正在飞速的成长着，和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种状态了。珍妮和小儿子2人则负责鸭棚里边的家禽，把他们喂养的一个个膘肥体壮，已经是达到了可以贩卖的标准了。昨天成功的贩卖了许多的玉米，一家3口体会到了大丰收的滋味。为了能让家里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，珍妮今天打算抓上几只鸭子，带去镇子上进行贩卖。毕竟喂养了他们这么久，吃了那么多的东西，也是时候给家里带来一些回报了。况且在他的心里还有一项很大的计划，需要足够多的金钱才能去完成。不过在贩卖鸭子之前，还需要先制作一个装鸭子的容器，这个对珍妮来说就犹如吃饭一样简单。编织的材料可以从竹子身上去获取，需要先将竹子片出细小的竹条，随后将竹皮与竹肉进行分离，这样就能得到编织竹笼的材料了。竹皮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柔韧性，比起绳子都丝毫的不落下风。将得到的竹皮进行正反方向的摆放，随后只需不断的进行交汇式的编织方式，就可以编织出一个精美的鸭笼了。小儿子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不仅会给母亲扇扇子降温，还会给劳累的母亲端去一碗凉水，让她能适当的停下来休息一下。等一切的工作都准备妥当后，也是时候请鸭大哥们入笼为安了。看得出来他们平日里的伙食很不错，一个个体壮膘肥的，一定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简单的进行了休整之后，珍妮扛着鸭子就向着镇子上进发了。此时汹涌的河水还没有完全的退去，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每一次下完大雨之后，出门都成了一种考验。不过今天贩卖的鸭子倒是很轻松，因为在当地散养的鸭子根本就不愁卖，正巧还赶上卖烤鸡的老板需要原材料，看到珍妮养殖出来的鸭子还算不错，打算换点别的口味试试，就一下子全部给打包走了。有了收入的珍妮心情想不美丽都难，好在当初狠心购买了大批量的鸭子回去喂养，才导致现在的生活比之前好过了一大截。买起猪肉来都不带含糊的，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珍妮今天的心情显然是很不错的。
突然也不觉得回家的路程很遥远了，走起路来都是一甩一甩的，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河水又在上涨了，水流不仅变得异常湍急，还上涨到了腰部以上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时候要是突然脚底打滑的话，结果让人想都不敢想。看来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不然两个孩子就彻底的与外界断联了。为了能彻底的解决家里出行的问题，珍妮终于对汹涌的河水下手了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珍妮照常给两个孩子准备早餐，随后去喂养了家里边养殖的家禽。在她的精心照顾下，小家伙们都在茁壮的成长着，母鸡也在孵化着另一批的鸡蛋，家里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发展着。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最近老是下大雨，导致河水一直在疯狂的上涨，这已经给珍妮一家带来了许多的困扰。为此，他打算把这个问题给彻底的解决了，找到了一处正在修建房子的人家，并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涉，打算和他们购买一些水泥回去，看看能不能搭建出一座远离河面的桥梁来。毕竟这是家里唯一能与外边联系得上的途径了。一直不停的发大水，不仅出入特别的不安全，还给两个孩子都圈在了家园里边。现在他们上下学都已经成为阻碍了。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。找到一处适合搭建的地方，将水泥放置在一旁进行备用后，珍妮就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搭建工作。首先需要挖掘出一个深度与宽度都足够大的基坑，这样才能承受得了来自桥体的重量。好在最近一直都在下雨，导致泥土湿润松软，这才让一家三口挖掘起来没有那么的吃力。挖掘好基坑后，还需要去搬运搭建的材料。河床里的河沙是个很不错的选择，搭配着水泥一起进行搭建的话，稳固性上会提升许多。现在两个孩子还处在幼小无力的年龄，尽管很想帮助着母亲，但是又没什么办法，所以搬运河沙就成了珍妮一个人的工作了。沙子本身的重量就足够的重，更别说里边还掺杂着许多的河水了，这让珍妮搬运的时候特别的吃力。沙子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体力考验，但是为了能彻底解决家里出行的问题，她也只能是咬紧牙关默默的坚持了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是搬运来了足够使用的河沙，将购买回来的水泥倒入河沙之中，随后利用铁铲进行不断的搅拌，使它们能够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方便进行后续的搭建工作。搅拌好的水泥沙还需要倒入河水，随后将粗大的立柱安插在基坑内，用石头将其牢牢卡住，并回填上水泥进行固定即可。这样等水泥干透了，立柱也能很好的竖立在基坑内部了。桥梁的另外一根立柱也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搭建就好。到了这里，桥梁的承重柱就算是搭建完成了。随后，珍妮来到河的另一面，河的对面刚好就有着一棵粗壮的大树，她打算依靠着这棵大树来作为桥梁的另一面承重点。需要先将多余的树枝进行修整，使这棵大树能够达成搭建桥梁的要求。随后将修整下来的树枝横加在大树上，形成一个平面的框架即可。桥体的材料，珍妮打算用竹子来搭建。这些生长了许多年头的竹子，不仅足够的坚固耐用，形体还非常的直溜，用来搭建桥体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，竹节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整平齐，不然到时候被割伤就不好了。
搭建的竹子是很容易获取得到，但是想要运输到搭建桥体的地方，这对一家3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珍妮打算利用河水的浮力进行运输，河水的浮力加上竹节本身存在的空气，能使它很好的悬浮在河面上。这虽然让珍妮省掉了不少的力气，但是这样也足够的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汹涌的河水冲走，或者被竹子给打倒在汹涌的河水里边。好在这一切都平安无事，这才让人长舒了一口气。当弄完这些的时候，珍妮也已经消耗完了今天的体力，天也逐渐的黑了下来，今天只能先干到这里了。看来想要自己搭建好一座可以通行的桥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还需要有人能帮忙才行。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修建桥梁，从此彻底的解决家里出行难的问题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由于昨天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搭建了一整天，只是完成了桥梁的一点点进度，看来想要依靠着自己去完成一座可通行的桥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为此，珍妮打算去找寻一些帮助，看看能不能快速的把桥体搭建出来。这件事情能早点完成，她的心里也能安心许多。找到一个并不是很近的邻居，珍妮和他们说明了具体的情况，并进行了一番友好的深度交流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最终还是成功的打动了他们。在大山里就是这样，没有过多的勾心斗角，谁家里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愿意去帮忙。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珍妮去寻求帮助，看来她真的是没什么办法了。相信有了他们的帮助，进度也会加快很多。现在粗大的竹子在邻居热心的帮助下，也就不存在什么搬运困难的问题了。将粗大的竹子穿过昨天搭建出来的平台，延伸到河的对面，就可当做桥体来使用了。人多力量大在这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嫁接过来的竹子还需要用绳子将它们给牢牢固定住，这样就算是使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问题。随后将桥体的重量连接到两边的拉锁上，就能很好的将桥体给支撑起来。这毕竟是一家3口平时出入使用的，珍妮是一点也不敢马虎，利用竹子横加在桥体上进行固定，这样能让桥体更加坚固的同时，还能进行平整对齐。延伸出来的竹子刚好还可以与两边拉锁进行固定，安全性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。不得不说，有人帮助，进度真的快了许多。珍妮这回再也不是自己去瞎琢磨了。辛辛苦苦地忙碌了一整天，总算是把桥梁的主体搭建出来了。此时天色也渐渐地暗淡了下来，感谢并告别了热心肠的邻居，珍妮也带着2个孩子往着家里走去。今天就先做到这里，接下来的搭建就要靠珍妮自己一个人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抓紧完成了家禽的喂养，并安顿好2个孩子在家里写作业之后，就向着昨天搭建的桥梁的地方走去。她打算接着完成桥体的整体搭建工作，早点搭建完成，家里出行的问题就能早一点解决。珍妮是一刻也不想耽误，由于昨天已经完成了桥梁的主体，所以今天她打算把桥面进一步的铺设起来，需要将竹子锯出所需要的长度，随后还需片出足够多的竹片，用于接下来的编织工作。珍妮对这个可以说是手拿把掐了，就好像张飞吃豆芽那般的简单。
将得到的竹片通过正反交汇的方式进行编织，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可以用于铺设的桥面了。将它铺设在之前特地预留出来的空隙上，不仅能大大的增加行走时的摩擦力，防止脚滑发生摔倒，也提高了不少桥体的美观性。珍妮她就像个全能型的母亲，好像就没有她不会的东西，任何事情只要到她的手里，就好像变得异常的简单一样。这看起来很轻松的工作，实际上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。需要不断的片出竹片，编织桥面，并进行固定。不过忙忙碌碌的辛苦了一整天，也不是没有收获，总算是完成了桥面的整体铺设。此时看起来就更像是一座桥了。趁着现在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珍妮打算接着完成桥体护栏的工作，这样行走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安全。只需将长条的竹子横加在桥面上，随后用绳子与拉锁进行固定即可。到了这里，桥体基本上已经搭建完成了，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终于解决平日里安全出行的问题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淹没在汹涌的河水之中了。一转眼，第二天又到来了。今天的天气阳光明媚，是个不错的天气。珍妮今天没有像前几天一样匆匆忙忙的，她在慢慢的打扫着家里的卫生，因为昨天基本上是把桥给搭建出来了，所以今天就不用很着急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了。一家三口在享受着难得清闲的早晨。等不紧不慢地打理好了家里的日常工作，珍妮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桥梁这里，打算一鼓作气把最后的工作给完成。考虑到桥体的整个使用年限，以及2个孩子目前年龄还很小，珍妮打算把两侧的护栏给编织出来，这样孩子走动的时候也不容易掉下去，整个桥体也能更加的稳固起来。利用绳子把护栏与桥体进行连接，进行交叉的编织，使绳子成为网状即可。这样打造出来的桥，安全性和稳固性都丝毫没有问题。心灵手巧的珍妮一直都很心灵手巧，一想到这关乎到2个孩子的安全问题，她手上的动作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不得不说，珍妮的手艺相当的不错，辛辛苦苦编织出来的护栏，使整个桥体都漂亮了不少。到了这里才算是真正的搭建完成，终于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家园出行的问题。从此一家3口再也不用担心河水会变得汹涌了，家园也成功的与外界连接了起来。今天心情大好的珍妮还抓来了一只走地鸡，打算和2个孩子一起庆祝一番。这是一件值得让家里高兴的事情，象征着家园的生活又将上了一个大的台阶，也变得更加的完善与合理起来。